好，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次上海之行已经结束了，我们又要更新视频了。那么接下来几个视频，一系列的视频呢，将会和这个伽利略进行合作啊，用水性漆来喷涂一个煤油模型。有完整的一些制作的过程流程，我们用汽车24色啊，以及一些基础色，包括消光色，还有那个透明色，一套都比较齐全。那我们在颜色方面啊，不用过多的担心。今天这期视频啊，作为第一期视频，我们就来说一下我们要用到的模型颜色，讲解一下我们的制作思路。那么首先制作的模型呢是长谷川啊这一款宝马2002 T2i 1971年的一个老爷车，它也是作为宝马3系的一个鼻祖啊，出现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台车。那么首先颜色呢，我们是跟风绘啊相近，所以我这边通过汽车色里面的选择呢，我是选择到了一个这么一个颜色啊，叫做什么 MAGMO 这个不认识。然后是一个那个 orange， 是一个橙色啊，它是一个金属色，然后质感呢会比普通的一些橙色会来得好很多啊。这就是这么一款啊，这款漆。然后关于金属色呢，首先我们喷涂啊一个思路就是金属色，我们一般来说是以黑底嘛啊，但是这个金属橙色呢，它又是比较浅的颜色，比较艳的，偏暖色调的。一般来说呢，如果是纯的橙色，我们会用粉色来打底。所以说，在不确定它的发色的情况下呢，我制作了2个勺子啊，这一个就是粉色底的，这一个呢是一个黑色底的。那么可以显然的看到呢，黑色底的它就整个颜色就偏深一点，当然我这个没喷好啊，不过也能看出基本上颜色能看出来啊。我们看一下发色比较好的啊，还是以这个一个粉色打底啊。因为伽利略并没有提供粉色的水补涂，所以说为了我们视频的快捷效率以及每一期更新速度啊，我决定在方便的时候呢，仍然是会使用一些其他的油漆，比如说在粉色的水补涂，包括最后的光油，我也会采用氨基光油。那么我们就这么决定啊，开始吧啊！我这边啊也把整个模型先拆开来，因为它整个镀铬件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有非常多的电镀件，整个车身上面。那么本次长谷川的这个组合度，通过这个镀铬件的这种线条来进行组合一下、夹组一下，我们已经得知了它的在组合度方面啊，基本上是不需要担心的。所以说接下来夹组的工作就轻松很多，甚至有些东西我们直接开始做啊，也不太需要过多的夹组啊。我们目前看来整个组合度是非常好的，整个模型的开模状况也是比较不错的，没有重大的一个修建的难度。那么我们首先主要是来提几点吧。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镀铬啊，电镀件，这次长谷川给的电镀件呢，确实是非常的多啊，分件分得很碎，当然也方便我们制作和分色。那么就会带来一个问题，电镀件其实它质感上面呢，它是有点假的，会有很多的水口，所以说我们这一次仍然是决定把所有的电镀件都进行那个洗电镀处理，洗完之后重新去喷色。由于这个伽利略并没有一款那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接近于电镀色的效果的这么一个漆吧，所以说电镀漆我们在传统的打黑底以后，我们仍然是喷涂一些军事或者是盖亚的电镀漆来进行解决这一个电镀的问题。另外呢，我要跟大家提的一点是什么呢？这一系列的视频当中会摒弃一些正常来说我们做模型过程的一个流程，就是很多的一些夹组打磨修建的工作我都不会放在视频里面，要做到一些视频中有用的一些有效信息量，所以说我不打算过多的停留在一些这简单的一些打磨修建或者是解去水口夹组这些过程，我会告诉大家一个结论啊。那我们主要是工作量大的一个是这些电镀件脱漆之后的一个水口的修正工作，另一方面是什么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吧就比如说我把这个夹组的先撕掉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后面是有装的位置可以对应的嵌到这里面去的这有一条专门的一条留的缝，给你把这个镀铬件嵌进去。那么就带来了我们这个模型的第一个问题的思考，就是
我们在喷涂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我们喷涂的油漆的厚度，因为一旦过厚的话啊，这一条槽如果被填的比较多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很顺利的去把这一个镀铬条啊去把它安装进去。另外呢，就是由于这镀铬条它下面这个孔位它是没有打穿的，我们无论如何都会积攒一定的漆，然后对于最后的安装工作也不是特别方便，所以说这些孔位我们在提前也要把它全部用手钻把它打通啊，包括这些安装孔位进行打通进行处理。另外呢，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些刻线啊之类的工作。然后最后窗框的电镀呢，我们是通过电镀贴来进行解决。所以大体上我们这一个模型大致的制作思路就已经出来了。就一方面我们把这些电镀件拿去洗电镀，然后仔细的进行打磨修整，让它平滑之后去喷一个伪电镀，然后就是接下来就是车身的一些刻线那个包括钻孔的工作。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是整台车的棱角部分还是比较多的，无论是打磨还是抛光的时候，一是防止漆被磨穿，另一方面我们要保证它这些棱角的锐度以及组装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它有这种很多的这种小电镀件，我们要注意它的方向以及是否装对位置左右别搞混了。内饰呢，我准备以一个棕色深棕色来作为一种比较老爷车比较复古的一种范吧，那就是这一个棕色漆，最后造一层半光来制造一些皮革的一些质感。那么主要的漆都选好了之后，我们就开始第一步的一些打磨修建泡洗电镀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下一期节目呢，我会已经把水补土上好，然后再给大家来讲解下一期步的具体的一些色漆的喷涂工作。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预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